异地恋没有安全感咋办？小新有的时候也会没有安全感啊。我们上次吵架，我就把头像给换成黑色的，然后背景换掉，他就一直在催我换回来。姐夫跟小新什么星座？我是巨蟹的，然后赖亚星是狮子座，肯定想不到这2个星座可以在一块这么久哈。但是缘分就是这么的奇妙，我也没有想到可以跟他在一起这么久，8年了，真的8年了，一辈子吧，应该可以。我以前异地恋第1年的时候，就有1年一直吵架，我都感觉快上了的感觉，但那一会儿我又很喜欢他。我记得我那一会儿的愿望就是让我们在一块3、4年吧，就都没有敢许8年那么久。感情不稳定不是说不好，但是你对这个人还有眷恋，你不想那么快失去他的时候，你会自己心里面就想说再给我多几年，就放他走。结果人家不走了。以前真的许过这样的愿望，就希望可以在一块3、4年。而且我以前跟赖亚星每次吵架分手的时候，我都会给他发一大段，说你真的让我觉得冷漠什么什么的，不会再找你了，讨厌你，然后就把他删了。过一会儿又加回来，嘻嘻。就以前老干这种事情。爱写小作文，有一阵子是喜欢写的，现在不爱写了。我以前写小作文，他没有回复我，就吵架的时候我还会发个问号，我觉得他很不重视。以前他说我像个小孩，我真的会气好几天不说话的那种。姐夫被小新拿捏的死死的。哎呀，我以前就说过了，没有谁可以拿捏谁，都是愿意才会让别人拿捏，好吗？新宝想我了，他每天都想我呀。我有的时候起床一睡醒，我就可以看到他一大串的消息，然后分时间段发的。8点多跟我说起来啦，吃早饭啦，然后过一会儿去赶集啦，然后要么就是去扫墓啦，然后11点多看我还没回他，说你真的是猪是吗？就说我还在睡什么的。他睡那么迟，一天天就是一会儿会说想我，然后一会儿会骂我傻逼什么的。那天他问我吃什么，我就拍那个泡面给他看，他说大家都让你快回来，看你吃的好可怜。我说不可怜呀，泡面还蛮好吃的。和新的平淡期是怎么过的？争吵过的，感觉要平淡了，赖亚星就会找茬开吵架，就是刚吵完架和好的那一阵子特别的恩爱，就刚和好那阵子，吵完了我俩就可好。平淡期有什么显著的表现吗？平淡期，我俩的平淡期就是在1年的时候特别的明显，就那一会儿就是没有特别新鲜的话题了，不知道每天要聊什么，尤其是异地的时候更没有新鲜话题，就没有参与感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人家为什么说异地容易分手，就是平淡期很难过。后面我们俩就调整成就是每天报备今天发生的事情，包括晚上一直开着视频，各做各的事情，然后睡觉跟对方说。我俩像365天可能就1个月不到，1年可能就分开半个月吧，其他时候基本上都是在一块的。但是住在一起是真的有依赖就是了。我跟你说，现在跟异地恋最大的不同是，异地恋的时候你会觉得，就有一天你们不在一块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自己是完全 OK 的，因为平时生活也挺独立的，你可能就是心里面会难过。但现在不行，现在你要是想有一天我跟他不在一块的话，我不知道自己要怎么过，这个是让我感觉到比较不同的地方。过年感觉现在就是压力会比较大一些，然后就很容易陷入一个反思的一个东西。就我跟赖亚星最近都在反思出了，就是现在时间越来越紧迫了，我俩要珍惜，然后就是好好的努力工作，这样子我俩就可以早一点过上我俩想要的日子。就怎么说，就我有时候反思，我会把自己反思的情绪很消极，然后赖亚星这一会儿他就会安慰我，他说宝你不要想太多了，我俩一步一步的慢慢的去把我俩的目标去实现。我说好，然后我这个人就过了，然后大概过了半个小时，他说唉 emo 了，太 emo 了，就是我俩在轮流安慰对方，你知道吧？反正和爱的人在一块就行。我跟你说，小时候前2年我刚开始直播的时候，我的想法是这样的，就你们记不记得我那一会儿跟你们说过，不用太在乎别人的想法。那一会儿你们问我们，就如果当时反对了是怎么样的，我那一会儿就也说的是不要太在乎。但是你有的时候这2年你的思想会有一点变化，尤其是比如说
他跟我这边的家人，或者我跟他这边的家人稍微有了一定的认识度，然后感情基础上，确实是你不能不去在乎别人的感受啊。我那会儿我对他的那个身边的亲朋好友没有熟悉度，我可以说不在乎，但有了熟悉度以后，我做什么事情我也不可能不顾及别人的感受。